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行业不确定性令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房地产债券承压。南华早报，安联全球投资者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表示，中国房地产债券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从北京3条红线政策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该保险公司负责亚洲固定收益业务的高级官员希望投资者专注于风险控制，而不是眼前的机会。围绕中国房地产美元债券的市场情绪仍然脆弱，在短期内，它不一定是分配风险的好地方。Jenny Zhang 说 ，ICE 美国银行亚洲美元高收益企业中国发行人指数今年迄今下跌 4.9%， 从2月份的峰值回落，当时零新冠政策被取消，回报率高达 65%。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住城市之间、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快速变化，两股价格差距创5个月新高，国企 AI 欣喜若狂。南华早报，中国大陆和香港交易所150家双上市公司的股票显示出5个月来最大的价格差异，原因是担心美国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内地上市的 A 股比香港同行溢价 42%， 并受益于政策利好因素，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重估和数字化计划的引入。香港投资者对当地经济更为敏感，而内地同行则转向国有企业以及科技、媒体和电信股。海通证券驻上海策略师荀宇根表示，我们是否在梦游般的陷入长期的全球衰退？日本时报，全球机构担心全球经济衰退将持续下去，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报告预测，全球 GDP 增长今年将停止在 2% 的增长，到2024年将上升到 3%， 然后在2030年左右下降到 2.2%， 远低于2000年代 3.5% 的平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警告说，增长非常低，风险增加，复苏艰难，可能会对各国造成严重损害。经合组织的预测略显悲观，认为中国和印度疫情前的复苏将抵消日本、美国和欧洲进展缓慢的影响。随着中美关系冲突的加剧，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预计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70%。尽管美联储3月份向流动性注入了3000亿美元以稳定金融体系，但当前的经济放缓加上全球供应链的迫在眉睫的分化，加深了人们的担忧。香港外汇基金录得125亿美元涨幅，市场持续反弹。南华早报，香港外汇基金在2023年第一季度录得979亿港元，125亿美元的回报，这是自2003年以来第4好的季度业绩。继2022年第4季录得734亿港元后，外汇基金投资表现持续复苏。该基金报告其香港股票投资为33亿港元，海外股票投资为255亿港元，债券为439亿港元。继2022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之后，盈利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它损失了2054亿港元，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一年。资产管理，巴菲特的继任者成为聚光灯下。金融时报，随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92岁，考虑他将继续掌舵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多长时间。上周该公司年会上的投资者有机会会见副董事长格雷格·阿贝尔 （Greg Abel）。巴菲特长期以来一直建议他是他的继任者。Abel 年仅60岁，除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保险业务外，还有效地监督该集团所做的一切，包括 BNSF 铁路、NetJets 和Geico保险公司，以及拥有的数十家其他公共和私人公司7100亿美元市值业务。到目前为止，亚博的公开曝光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但似乎继任计划已经得到解决。如果他接手，亚博将负责保持这家庞大的企业集团的稳定，而没有这位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亿万富翁传奇人物。在美国就业数据稳健后，港股开盘一周坚挺，关注中国数据。南华早报，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3% 至 20,104.70 点。此前投资者对美国强于预期的就业数据感到放心，这缓解了对中国经济将经历衰退的担忧。上证综指上涨 0.6%， 科技指数上涨 0.4%。大陆基金周一购买了价值 2.5 亿港元 3212.5 万美元的香港股票。两只股票周一首次亮相。杭州吉思微资讯在深圳交易的第一天飙升 21% 至人民币 45.62 元 7.157 美元，而北京绿竹生物科技下跌 9.5% 至 29.70 港元。新加坡、香港游客涌向日本，利用强势货币获利。南华早报，
日元疲软将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日本。虽然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货币是该地区最强的货币，但在日本的货币将走得更远。韩国韩元一直是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经济学家预测它将继续如此。新台币的价值也将下降，但该国可观的贸易顺差将缓冲对其经济的外部打击，从而比韩元更好地保护美元。与此同时，由于该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预计到2022年底，菲律宾比索将跌幅最大。欧洲股市在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公布前表现平淡。路透社，欧洲投资者在今天公布的关键美国通胀数据之前谨慎行事，这可能会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提供更清晰的线索。鉴于上周主要央行加息和对美国银行业的担忧，市场持谨慎态度。范欧斯托克600指数是上周受到严重打击的医疗保健巨头诺和诺德和能源生产商的所在地，周一稳定在 465.44 点。金价持平，交易员为美国通胀数据做准备。路透社，黄金价格周一保持不变，并在周三公布美国消费者价格数据之前保持稳定，结果可能对美联储的政策产生关键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债务上限的发展和美国银行业的情况让交易员感到不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任何疲软迹象，黄金很可能是主要受益者。快速发展的杰米戴蒙王国。金融时报，在摩根大通收购第一共和国的里程碑式交易之后，该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规模扩大了3倍，现在的资产基础接近4万亿美元。FDIC 明确表示，摩根大通比其他竞标者先于其他竞标者赢得了这笔交易，主要是由于其规模，并且有能力提供更好的价值方案。这遵循了2008年危机的形式，当时政策制定者与戴蒙合作，促进摩根大通收购失败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和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迄今为止，银行业动荡和围绕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差异的金融担忧有利于大型银行，但从理论上讲，不稳定可能会蔓延到较弱的地区银行之外。该银行已经拥有异常高的核心股权一级资本比率，这是衡量财务实力的关键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受到所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最高的资本附加费的影响。随着流动性危机迫在眉睫，投资者必须转变思维。金融时报，道富环球顾问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全球首席资讯官里克·拉卡耶 Rick LaCalle 表示，全球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危机意味着投资者必须重新评估其投资组合持股。他列举了波动性增加的证据，这是由于央行收紧政策，加上对通胀相关经济急剧下滑的担忧开始浮出水面而需要放松，以及潜在的破坏性流动性驱动事件。当有机会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资产时，这些事件可能会使投资者缺乏现金。他建议保留类似现金的持股和流动性来源的多样性，作为降低风险的2种方法。美元利率观察，交易员等待贷款数据。路透社，美元和日元下跌，而欧元周一小幅走弱。英国央行预期的加息以及迫在眉睫的美国债务上限加剧的紧张局势导致市场紧张。周五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表明经济增长有可能保持良好。然而，这也引发了对通货膨胀的不必要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剧市场焦虑，美国通胀数据将于周三公布，美联储将于周一公布其贷款办公室调查，列举贷款标准。34岁时，我已经投资了37000英镑，但我选择了正确的股票吗？英国每日电讯，西蒙·格里菲斯今年34岁，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金钱教练，他也是房主和投资者。Best Invest 董事总经理 Jason Hollins 和 Ambra Mortgage 的抵押贷款经纪人 Mark Dyson 向 Griffiths 提供有关其财产和投资的建议。Griffiths 投资与点对点贷款，包括几家未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如储蓄应用程式 Chip 和预算应用程式 Curve。霍兰兹建议格里菲斯警惕他的重大点对点投资，并更多的关注长期抵押贷款减少。格里菲斯的股票市场投资，包括上述金融科技公司，被荷兰描述未有风险。迪亚森评论格里菲斯与苏格兰政府的股权计划，称最终决定将受到格里菲斯是否希望仅以他的名义拥有该物业以及未来今年房地产价格趋势的影响。澳大利亚养老基金购买欧洲移动塔 6.6 亿澳元股份。金融时报，澳大利亚的 UniSuper 养老基金已获得沃达丰前移动塔业务 Vantage 的10亿澳元 6.8 亿美元股份。UniSuper 将拥有该控股公司 5% 的股份，使其成为最新的超级基金，在欧洲寻找澳大利亚以外的投资机会。
去年在欧洲和美国投资160亿澳元的 Aware Super 在欧洲开设了办事处，旨在寻求澳大利亚以外的增长。UniSuper 拥有机向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的股份，并且是 Transurban Group 的最大股东，计划在地理上扩大其投资组合，以长期为其成员带来成果。买房出租的英国正在消亡，这里是投资的地方。英国每日电讯。英国房地产投资者正在转向海外市场，对海外住房机会的搜索增加。一个基本资讯小组显示，截至2022年3月的一年中，待拍卖的房屋数量同比增长 44%。据报道，越来越多的房东正在回避英国，因为随住税收成本和保护法规的增加，英国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室内设计师 Laura Isfordine 和前新闻推销员 Richard White 通常会成为该类别的一部分。然而，这对夫妇对繁文缛节不以为然，而是在巴巴多斯购买了一栋别墅，每年为他们提供稳定的 5% 的收益，同时仍然让他们有机会在房产空置时飞过去享受免费假期。其他英国投资者正在关注迪拜，购买出租投资者 Carl Wilday 支付超过400万英镑购买迪拜码头塔楼40层的3居室公寓，预计将为他赢得 9% 的收益率。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